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木板年画，我是广州航海学院的郭亚东。在上一集呢，我们讲到了大年初一这一天的年俗，在这一集我将给大家分享大年初二这一天的年俗活动，以及对应的年画。大年初二迎财神，注意，初二迎财神的习俗主要在北方，南方的迎财神日以大年初五这一天居多。我们合并在一起讲，在大年初二这一天，迎财神是最重要的事情。人们为了在新的一年得到财神的眷顾，在年初二这天会摆放贡品迎接财神。那么问题来了，你们知道供奉的财神是谁吗？财神的由来，财神顾名思义，主管财源的神明，是中国民间普遍信奉的神明，主要源自民间信仰和道教。因由来和职能不同，而又可以分为正财神。那正财神里面有文武官员和准财神。准财神指的是未曾获封，但也可以带来财运的这些神灵。其中，正财神可以分为文财神、武财神。另外，财神还有方位一说，东西南北中5个方位分别都有各自对应的财神。那下面我们就由正财神中的文武财神说起，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财神背后的故事。财神人物，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文财神。文财神的代表人物有这么几位李鬼祖、范蠡、比干。李鬼祖北魏梁县，也就是现今的河北曲周县县令。李鬼祖呢，一生清正廉洁，一心一意为民造福，解决了很多的疑难问题。他把自己的俸禄拿出来周济贫苦的人。李鬼祖去世前，曾经叮嘱他的儿子，把他安葬在曾经任职的曲州，作为他的长眠之地，被后世称为财帛星君、增福相公、福善平师公等。相传也是天上的太白星，属金神。他的会相也经常与福、禄、寿3星和喜神列在一起，合起来称为福禄寿财喜。李鬼祖的财神形象我们一般可以通过这样一些现象去判断：锦衣玉带，一手如意，一手元宝，脚踩聚宝盆。增福财神的形象还在清光绪年间的货币上曾经有出现过。第二位财神，我们说一下范蠡。范蠡是春秋时期越国的名臣，他辅佐勾践雪耻复国之后呢，弃官从商，曾经3掷千金，3次散尽家财，有3次重新发家。那第一次散财呢，是范蠡助越王勾践称霸中原，成为越国中最大的功臣之一，高官显位，荣华富贵。然而范蠡辞掉高官俸禄，将家产全部充公，离开了越国。这是范蠡的第一次散尽家财。那第二次散财，是他离开越国，换了个名字，白手起家，利用海边的盐业资源，开展商业贸易，只用几年就积累了数十万的家产。齐王听说了他的才干，
便派人请他做齐国的宰相。范蠡感叹：治家理财，有千金之富，又有宰相的官职找上门来，这些看似幸运的事情，对我这样的布衣而言，都是些不祥的征兆啊。他便归还了齐王的乡邑，并把财产送给了乡里人，离开了齐国。第3次散财，范蠡又迁居到了陶地，自称诸公，在陶地重新创业，不久便成为了当地的首富。那有一年呢，天下大旱，颗粒无收，范蠡就把全部的财产拿出来布施，万贯家产一日当尽，这就是第3次散财。那在这次散财之后，不到数年光景，他便再次积累起了万贯的家产。由于范蠡善于理财，而又乐于施财济众，所以被后世奉为财神。范蠡这个人物，财神的形象主要有这么几个特征：一个是文人的服饰，一个是手拿书卷或元宝这样的特征。第3位文财神是比干，商纣王的王叔，也是历史上第一个以死建君的忠臣。比干对纣王的暴虐统治不满，多次向他谏阻，纣王不听，比干最后只好以死相见，迎来摘星之祸。那另外有一种说法是说，比干心有蹊跷，能治妲己的心绞痛，然后让人挖比干之心给他。比干以死建君，成为一代宗臣，在民间百姓认他为吴兴，办事公正无私，不偏不倚。那玉帝见他生前如此恪尽职守，加上他失去了心脏，并不会起什么贪念之心，所以就封他为掌管人间财库的文财神。那这个是道教的赐封。比干死后又被封为文曲星，成为了文人的保护神，也是福禄寿中的禄神。比干这个财神的形象主要有如下特征：一个是文官的服饰，一般身着绫袍，宰相帽，手持如意。第2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武财神。武财神的代表人物关公、赵公明。那我左侧的这幅山西绛州地区的年画上面就有书写山西夫子。这位红脸的财神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关公俗称关二爷。这个关公呢，在民间的这个信奉非常的普遍。刚刚介绍的3位文财神，清正廉洁，施财于众，人们相信这样的财神能够给他们带来财富和好运。那说完文财神，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这个第2种类型，武财神。我们先来看关羽。关羽呢，是三国故事中的一位重要的人物大家都耳熟能详，民间也叫他关二爷或者关帝圣君，这是一个封号。关羽被后人赋予财神的称谓，大概和他忠义的人物性格相关。那商人谈生意做买卖，最重义气和信誉。关公呢，信义俱全，故尊奉之为财神，以及保护商贾的一位神灵。实际上，这也是对传统道德秩序的一种有力的维护。下面这张年画叫义勇武安王魏产自山西的新绛县。北宋时期，
皇帝加封关羽为义勇武安王。关公处于画面的中心，端坐于椅子上，双手置于腿上，目光炯炯，美须是飘然，神态安详。画面的布局非常的丰满，人物的描绘也细致生动。画幅周边是以回纹，上方也有一通栏横批，行文为义勇武安王位。这个位字由于是一幅非常老旧的这个年画，有缺损所以这幅画也是按缺损的这个模样来刻制关公居中而坐，背后两人，一位擎旗，一位持刀，右立一将，左站一兵。前面呢有一位禀报军情的探马。画面似乎很平静，却在平静中刻画出了这个关羽大战之前稳操胜券，胸有成竹的一种大将的风度。关羽的财神形象主要有这么一些特征一个就是红脸，这个也是最主要的特征。大家辨别财神神像的这个是哪位财神的时候，这是一个重要的依据。那还有就是关羽的这个兵器，就是大刀然后有些关羽的神像呢，周围会有两个经常陪伴的他的随从，就是周仓和关平。在我们这幅画当中也有出现左侧的这位就是周仓，右侧的是关平同样被奉之为武财神的还有一位神话中的人物就是赵公明传说姜子牙在《封神榜》封神时，给赵公明封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名字很长，看起来这个名称好像跟财神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为什么被奉为财神呢？这主要得益于赵公明封神后的4位手下。这4位手下分别是招宝天尊萧生，他的特征就是手拿一个如意；另一位纳珍天尊曹宝，他的特征是手里拿的珍珠珊瑚；第3位招财使者陈九公，他拿的是招财旗或者推一个运财车；第4位历世天官姚少司，他手里的道具是算盘和账册。那他手下的这4位小神专司商贾买卖，迎降纳福，掌管民间的一切的财富。赵公明一般会做一个黑虎，一手持元宝，一手持鞭，可以呼风唤雨，保病去灾，被奉为武财神。那赵公明也经常出现在门神当中。那如果在门神中出现，一般如果是对神对门神，就会常常伴随着另外一位神叫燃灯道人，他们俩一起出现。民间也有说赵公明及4个手下合在一起为5路财神，那希望可以通过祭祀，可以从东西南北中5个方位为自己带来福运。赵公明的财神形象一个是黑脸黑须，这是他脸部的特征。另外一般手里面会持有元宝，他的坐骑是黑虎，手持金鞭是他的兵器。那如果在门神中出现，另外一个燃灯道人的特征就是白脸白须，手持如意，
骑的梅花鹿，他的兵器是乾坤尺。那刚才说的是正财神，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第二大类准财神。所谓的准财神，也就是他并没有被正式的赐封，但是他在民间在百姓中的地位还是非常的高，也广为爱戴啊，用途也比较广泛。代表人物王亥、刘海蟾。不论是文财神、武财神，人们都希望通过信奉财神得到保佑，财源滚滚。以前信奉财神的人大多为做生意的商人。那么大家知道商人是怎么来的吗？图中这个人叫王亥，相传他是华商的始祖，夏朝时期商丘人，就是现今的河南商丘。他开创了华夏民族商业贸易的先河。当时在商丘一带，伏牛驯马，发展生产，发明了牛车，用牛车拉着货物到外部去交易。当时还是部落的这种状态。那他这种交易的行为，促使农牧业迅速的得到发展，部落得以强大。久而久之呢，人们就把这种从事贸易活动的商部落人称为商人，把交换的货品称为商品。后世把王亥称作中兵财神，确立了其在民间信仰中的地位。说到中兵财神，还有一种九路财神之说。王亥居中，为中路财神，其余东路财神为比干，南路财神为范蠡，西路财神关公，北路财神赵公明，东北财神李鬼祖，东南财神管仲，西南财神端木赐，西北财神白圭。上述的财神中，有些呢没有提到。好，说完准财神王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准财神刘海蟾。刘海蟾也叫刘海，名操，字宗成，号海蟾子，五代时期燕山人。中国民间信奉的准财神。传说刘海是个仙童，前额垂着整齐的短发，骑在金蝉上，手里舞弄的一串钱，是传统文化中的福神。金蝉是仙宫灵物，古人以为得之可以致富。刘海系金蝉，步步掉金钱，表示财源广进、大富大贵之意。过去人们常将刘海系蝉做剪纸、绘画，请回家中，以求得财富。三足金蝉是传说中能够口吐金钱之物也是一个吉祥之物。好，我们看一下这对刘海系蝉图，这是陕西凤翔的一对门画。那这个里面的刘海就有点像老人的样子它不是像个孩童，这也是反映在刘海系蝉这个年画当中比较典型的一种特征。有的像个娃娃，那有的又像个老人那这里边刘海手拿了一个金钱就是这个铜钱的钱串子，在跟一个三足金蝉在逗他玩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种画面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类财神这类财神比较特殊叫做活财神。所谓的活财神，也就是说他是活在当下的，被现实的人物或者说百姓奉为财神这样的人物。那其中的一个代表就是沈万三。在元末明初的时候，江苏有个富商富到什么程度，可以富可敌国就叫沈万三。
沈万三呢为富行人，自身呢日常起居异常的简朴。相传沈万三有一只聚宝盆，放进去一只元宝就能够取出一盆的元宝，放进去一粒米就可以取出一盆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呢富甲天下。当然这是一种这个演绎了。沈万三是在世的时候就被叫做财神的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就是活财神的一种说法。好，我们这里有一幅描述这个沈万三的一个财神故事的年画，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看这个画，上面有一排字，我给大家读一下河南有个沈万三，天天打鱼在江边，得着龙王宝，打的鱼儿堆成山。那这里面就描述的就是沈万三这位富商他之所以富的一个具体的表现这里说的河南大家要知道，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河南省而是一种统称就是黄河之南这个意思我们看画面当中坐的一条船上面的这个人物就是沈万三在捕鱼这画面当中有鱼，有金元宝，有一些娃娃还有摇钱树之类的这样一些象征财富的一些图案的元素人们对财神的信奉，在迎财神的这一天呢，也被演化成为一系列的年俗的活动。那初一家里是不能够扫地不能够倒垃圾的，否则呢就倒了福气。在初二这一天，家家户户要早起，打扫家中，把垃圾送出家门，称之为送穷。那送穷送到哪里去呢？大门为界，门里不要它，扫地出门，把它送到门外。在晋东南地区，民间习惯将烂衣服扔到墙外，民间扔衣以祭，称为送穷鬼。与送穷不同的是，迎财神燃放的炮竹是从大门外开始一边燃放一边往家里边走，意思是把财神从外面迎到家中。财神到家必须潜心迎请，财神到了家中自然要准备一些丰盛的贡品。在南方的很多地区，祭祀财神的贡品就非常讲究。贡品分成3桌，第一桌为果品，有广菊，象征生意兴隆。第二桌为年糕，意为年年高，糕上还插着冬天的青枝，意为松柏长青。那第3桌呢是正席，有猪头、全鸡、全鸭、全鱼等，有招财进宝、愉悦的吉意。财神到家呢，需虔心的祭拜。财神张贴的方位也有很多的讲究，一般不正对大门入口贴，也不正对房门。那一般的样式呢，是贴在进门的斜对角干净明亮的地方。当然如果光线不好，也可以点长明灯。那除去风水布局之外，多象征财不外露、不炫富的智慧。另外，普通人家贴文财神，经商的人和做生意的人呢，贴武财神。文财神一般面向屋内或主人的位置，武财神呢，一般面向屋外或者正对大门。在华北地区，民间还流行一种叫送柴水的习俗。在正月初2这天，清晨祭祀完财神之后，就会看到挑水的水夫为每家送一担水和一捆柴，并在门前大声的吆喝：进柴进水了。
于是接柴水的人热情接待水夫，并大声回应：接柴水，接柴水。那这里面的柴啊，就是通财富的财字，寓意主人家新年大发财源。以前北方正月初二还流行吃元宝汤，元宝汤也叫馄饨，因为形状像元宝，所以就意味着吃馄饨就是招财进宝。财神的形象非常的繁多，那么反映到年画里边，财神的具体形象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在聊文财神的时候，聊到了李鬼祖，也就是曾福财神。大家来看这幅，这幅出自河北武强的年画《曾福财神》，画面画得非常的喜庆，以红色为主。那么这种色彩关系也符合过年过节这个红红火火的这种气氛。年画中，财神身穿大红的官服，腰挂玉带，慈眉善目，一手持如意，一手持元宝，这是曾福财神的典型的特征。前方一座聚宝盆，寓意财源滚滚。左右和前方两人手里拿着宝物，后方两个童子为他打着日月仗扇。相传李鬼祖有求必应，最乐于帮助善男信女。文财神比干出现在这一幅年画中，是以神马的形式出现的。这个神马它是一种民间祭祀鬼神时所用的物品。这张神马的原型取自比干，在祭祀财神的时候烧送。在河南滑县木板年画当中，比干头上骑有黄龙伞，左边是一条龙正在奋力地喷出一摞摞的金元宝，右边是一棵摇钱树，金钱就如同树叶一样纷纷地飘落。比干的前方正中间是一个红色聚宝盆，里边的元宝呢熠熠生辉，两侧各站立一个侍者。再来看这一张，这一张出自四川绵竹地区的年画，是财神范蠡，风格呢比较粗犷，形式古朴，仅设少许的色彩有一种质朴的味道。画中的范蠡身后有一棵树，树上结满铜钱这就是所谓的摇钱树。下面这幅呢是活财神沈万三年画。我们看到画面当中，沈万三坐在图的正中间，两旁为康百万、阮子兰，前列聚宝盆。沈万三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平民创业、劳动致富的榜样，这也是沈万三几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喜爱的原因。那百姓对于财富的喜爱或者追求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个器物这个也跟财富有关。这个叫斗，它是民间用来盛放粮食或者说以它为计量单位来这个做粮食的这个测量用的。那一斗粮食是多少升或者是这么一种关系。我们看这个上面四个面相刻了四个字：日进斗金。那这个就是典型的财富文化在这个斗这个物件当中的应用。那在我们的这个财神画里面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词汇：日进斗金、黄金万两类似。纵观财界之诸神，关公取义，范蠡不施，沈复行仁，比干无私。古人在表达对财富需求的同时，实际还对财富之意寄予了更多的内涵，诸如奉献、诚信、智慧、节俭、行仁等。我们常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就是对财富的追求之传统古德的体现。这种朴素的金钱价值观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民俗不虚，有口传及习为，年话不假，皆满载情感和精神。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